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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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更烫了？现在又下着雪，万一他等会儿醒来，离魂阵再发作，我该如何是好？帝妃愿意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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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亲，静妃，娘亲别怕。先生别怕，我在。先生，没事了。为什么？我这样坏得透顶，你为何这样心软？你应该走的，你不该留在这里。现在想走，怕是晚了吧？晚了。想问问你是什么原因？我们走过的那些情节里有没有真实？是否我和你从此省略了深远的距离？图什么距离？有什么意义？不身不由己。
在天黑之前闭上双眼，再睁开眼，终于发现你回不到那一天。刺痛了弱点，才会看得见深埋线然后呢？的碎片。然后你就要逃走，逃到我找不到你的地方，对吗？我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。你撒谎！你为什么喜欢张哲？为什么喜欢他？他明明根本就读不懂你，只有我才能读得懂你。我给过你离开的机会了，而你自己放弃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你本该就是我的。你发病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清醒的很。刺痛了弱点，才会看得见深埋心底的碎片。江雪妮，和我一起死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当年是我救了你，你的命不是你的，是我的。我没允许你死，也不会陪你一起死。不是你说活的没有一日安生，没有一日自由的吗？为何不答应我？人生在世不自由，你说的没错。我牵挂惦念着世上太多的人和事，或许真的随心不得。可也正是因为这些人需要我，喜欢我，让我去死，我舍不得。我不仅巴望活着，还巴望着能活得久一点，长一点。谢君安，你也一样，不要当个懦夫，不要让我看不起你。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为什么还活着？你早就该死了！至少好过沦为别人的筹码。至少好过成为别人手中的筹码。你早就该死了，为什么还活着？为什么不去死？就应该去死！这样后，你为什么还不能睡，我娘说睡了会醒不过来的。你死了我怎么办？我好怕死人啊！死在这里有什么不好？早就应该死谢在这里。不要当个懦夫，不要让我看不起你。是啊，死在这里有什么不好？谢薇，活着，活下去，活下去！你去哪儿？你清醒清醒，看清楚，血已经停了。你昏迷了1个晚上，幸好热已经退了，总该没什么大碍。昨夜没吓着你吧？我知道，你离魂症犯了吗？一时神志不清。没什么，我不会放在心上。虽然发病，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学长，先生，我们可算找到你们了。先生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来这么快？还快，都过了一整夜了。是啊，昨夜下了一夜的雪，我们可担心坏了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都没发生。行了，先出山，找个驿站休整。哦，是。先前那些人什么来路？查清楚了吗？检查过他们的装束和兵器，虽然刻意伪装了一番，但很可能是新武卫。只怕定国公那边已经开始怀疑先生了。不论如何，先去边关，一切等平安到达之后再说。是。药。是啊。这是何物？金石伞。这就是你所服的虎狼之药，对吗？我在通州见过的。吕显跟我说过，正是因为服用此药，你的病情才会一直加重。此物是好是坏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为何要这般糟践身体？你这样的人不该受药物控制。离魂阵再难，它也是心病，一定会有旁的法子可医的。答应我，不要再服了，好吗？好。说起道理喋喋不休，照顾自己怎么这么马虎？宁儿姑娘的灯笼，果真只照旁人，不照自己啊？啊？哦，坐下。我来帮忙。做什么？啊？哎，我帮忙呢，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帮什么忙？看不出来啊？什么看不出来？我自己来吧。明明自己那么害怕，为何逞强护我？那我总不能看着你被山猫撕了吧？你还没报恩呢。那日在临淄王府，不是说不稀罕吗？我现在又稀罕了，不行吗？那些杀手是薛远派来的。是。他真的想杀你啊？你想问的是薛远，还是别的？我还能问什么？不过是想问问，接下来该怎么走罢了。过一会儿便出发，从小路去边关，到那里与严灵会合。国公，先前派出去的死士暗杀失败，还跟丢了谢维一行。一帮废物，这点事情能办不好吗？谢维他们可要报官，或者是把消息传回京城。不曾。那看来是边关那边现在有比这个更为重要、亟待处理的大事。派人即刻去黄州，看看燕家父子现下如何。是，国公。
背薛远作乱，也是为了营救公主，平定大越。但若要让谢少师背上矫诏之罪，这如何是道？无妨啊，只要我们能够顺利地救出公主殿下，这些自然有办法解决。再来！漂亮！右边，右边！好死没我！一箭一个。王子剑术了得，得分又是最高，不愧是大越第一人，我等佩服。王子，你将我困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杀人取乐。公主殿下，这可不是简单的杀人，这么好玩的剑术比试，也只有你夫君我才能想得到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可他们都是人，是活生生的人，人命在你眼里就这么卑贱吗？公主殿下，你说笑了，他们只是大前人，在我们草原上，他们还不如牛羊贵呢。对，王子说的对，还没有我们牛羊贵呢。哟，还有一个。只要我留在这里，就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屠杀大钱的子民。当日和亲是你提起，如今故意滞留的也是你。我就不信，你千里迢迢从王庭来到边关，就只是为了玩些射箭的把戏。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公主殿下，不要着急，我想要的是一条人命。再过几日你就能知道了。来人，把公主殿下带下去，好生看管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！不要！宁宁，我总算盼到你了。燕灵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燕灵，军中情况如何？见过先生，我们已经掌握兵权了，也用圣旨控制了守备的人，没让他们把消息传回京城。做得很好。我们就别在这儿说了，父亲还等着先生遗训呢。殿下那边如何了？有什么消息吗？我已经派人去查探过了，眼下大越人就在关外30里的一处驿站，他们迟迟不走，并且时常虐杀殿下的陪嫁，就好像故意在激怒我们一般。前几日我已经派人前去营救，可惜还没接近就被他们发现了。他们有多少人手？大越王子身边带的人马倒是不多，但现在正是春草生发之期，草都长得半人高，再加之大越又是游牧民族，极有可能有大量的伏兵潜伏在周围。那殿下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殿下现下无事，大越要是敢动他，就等同于跟我们宣战了。但如今这形势，既不攻也不退，实在是蹊跷。既然如此，更不能贸然出击，否则会落入他们的圈套。谢少师，侯爷，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，平安到了就好了。雪宁也多时未见了，没想到你为了公主
边关也敢闯，胆子蛮大，也确实有情有义。侯爷过誉了。这一路来的确是有些疲累，请恕雪凝失礼，先下去休息了。侯爷与先生慢叙。先带江姑娘去休息，好好招待。是。请。燕林，见过兄长。燕林这孩子虽尚武，心思却细腻。往日种种，他早有所猜测，时至今日，早已瞒不过他。快起来！若能早些知道，早些替兄长分担就好了。每每想到我在京中无忧自逸之时，兄长却独自一人受尽煎熬，便觉揪心。孩子，这些年你独自一人，辛苦了。如今虽远离京城，亦无宗祠见证，但人在，便是家在，你总算归家了。舅父，舅父。回来就好。如此，我总算能与你母亲交代了。当年我没能保护好你们母子，舅父有愧。不，该忏悔、该赎罪的是平南王，是薛远。算你狠！为了立功，竟连亲生儿子的命都不要了。本王还真是小看了你。好，这一个你不在乎，但薛远你可别忘了，本王手上还有好几百个孩子的命，还有这全城百姓的命，难道你都不管不顾了吗？再警告你最后一遍，速速撤兵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把他们全杀了。皇后与太子的安危，关乎社稷，纵使千万人的命，威胁不了我。况且你根本就找不到他们，否则也不会据城多日，还只找出个假的。所有将士，听我号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夺回皇城。攻！燕民已死，薛远另娶，而你已死在京城祸乱之中。我留你一命是见你有用，若是废物，便该去死。你知道，放弃这名姓，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。那还是要放弃吗？母已去，父不配，名承其辱，幸冠我恨。
这样的名姓，我不要。唯谢天垂怜，敬微尽兴。虽居安，不敢忘。愿舍旧姓，去旧名，弃旧身。纵万难家，我不改志。我早就不是什么薛定妃，更不是什么薛世子，我身上流淌的都是燕家的血，而我的姓名是谢微，不仅仅为我自己而活，更是为了当年那300忠魂而活，是为他们吸血不甘，讨回公道。好，是何名姓都好，你都是我燕家的孩子。舅父，眼下局势动荡，前路不明，在人前不必有什么改变。我仍旧是侯爷的晚辈，燕陵的先生。兄长不想让旁人知晓，既是怕有心人从中作梗，也是想独自担着矫诏的罪名，对吗？我与燕陵到此，本就准备好承担最坏的结果，你不需要一个人担这责任。矫诏之罪，与救公主拼大越之功，尚有可护抵博弈的余地，并非死路。但眼下看来，先有一事需要查证。何事？我听燕陵说，最近大越种种行为实属反常，我怀疑他们是暗中与人勾结，故意为之。若不能确保后方无忧，盲目开战，只会使我们腹背受敌。听说你们在来的路上遭遇了薛家的刺杀，会不会是他们所为？若是薛家想要开战，就不会多此一举，在途中刺杀我。看这手笔，倒像是另外一个人所为。哎呀，我的红娟宝贝儿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小宝，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啊！你这翅膀倒是越来越硬了啊！你在通州送了我这么一份大礼，你说说，本王怎么能不亲自来拜访你呢？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那天是因为有朝廷的人在，所以我和谢薇也是怕坏了王爷您的大计，所以才……所以，是吗？空顶着薛定妃的名姓，腹中却一肚子草莽。若是他本人在此，定能想出一个令本王也无法不去相信的理由。是，王爷您说的是，我是蠢笨，但是我知道王爷您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所以我自然是要效忠您的，我怎么可能跟您作对呢？这就是效忠？本王将你们两个当成亲子培养，可是你们呢？就是这么回报本王的？玉不琢不成器，看来本王是时候给你们一些教训了。开呀开呀！看看，吃辣不吃辣？严将军，这可是头一回见你带姑娘来啊！行了，别乱说话，再乱说话我不付钱了。你都带心上人来了，我还能收你钱吗？尽管可劲儿吃，敞开了吃。哎，我先忙去了，不过再添啊。看来你在这边混得不错，这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。这跟京城不一样，没那么多规矩，反而自在一些。燕玲，你真的成长了许多。那你呢？这些日子过得可还好？
我怎么会不好？可有和那张遮大人在一起？多大点事儿？这是我刚才在路边瞧见顺手给你摘的，别不开心了。所以，即便没有张大人，也并非是我，对吗？燕玲，找一个爱你的姑娘，幸福的生活下去。放心，我会的。到时候等我打完仗，封了侯，我就娶一个顶好的姑娘，然后把她宠上天。到时候，让你羡慕都羡慕不来。如今营救公主在即，战事将起。燕玲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刀剑无眼，务必小心。放心，我会。江姑娘，先生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姑娘去了便知道了。先生，江姑娘来了。回来了。先生，这是？初来边关，有些吃不惯，便下厨令做了一桩。想来你也没用晚膳，邀你共进。晚膳？可我已经用……怎么不想吃？早知这样，刚才就不吃那碗馄饨了。可要是我吃过了，扫了他的兴，那还是撑死来的痛快些。怎么会呢？我只是没想到先生竟然有如此厨艺。早年游学，学了些技能。你这么晚回来，想必是饿了吧？吃吧。哎，怎么这么酸啊？酸吗？我觉得还好啊。哦，心情不好，做饭自然酸了些。边关之地不比京城干净，以后不准在外面乱吃，否则不吃了，打死我都不吃了。那这些菜断了喂狗。这菜要是狗都不吃怎么办啊？要么狗死，要么你死。什么人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走走走，别看了。好好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大越王子约我明日一见。他如何得知你到了边关？难道是有人把消息传给了他？京中探查的消息如何？我来也正是要说此事。薛定飞飞鸽传书，说刺杀你的人正是薛远派出的，不过后续却再无动作了。我也按照你说的问了金陵那边的情况，说是并无异动。两边都无异动，才更诡异。娟，接下来要如何应对？你心中可有什么打算？如期赴约。你疯了！此举摆明有诈，如何能去？不能再拖了，再拖下去公主会有危险。燕玲，
你去军中点一队兵马，明日潜伏在驿站旁边，伺机而动。是。先生，听说你又没用完膳。我没再出去吃了，我只是今日没什么胃口，先生不必再特意下厨。先生厨艺奇绝，我已敏感于心，实在是不必。桃片糕，心有担忧就连饭都不吃，你都能把自己饿着，还想照顾别人？这味道怎么有些熟悉？好吃，唯有清香，毫不甜腻，很有当年的味道。先生，在哪买的？宫里备的而已，厨子做的。你若喜欢，可以全部拿去。那就多谢先生。那时在宫里，你给我的桃片糕，是你亲手做的？怎么，很稀奇吗？可是那时候我们只是什么？现在呢？现在又是什么？明日便要接回公主了，你待在城内，不要乱跑。那先生呢？自是替你奔波一趟，接你的公主回来。你没什么要说的？什么？燕翎武艺高强，你都知道让他小心行事。明日之事费命透着蹊跷，你就不担心我？去，这位便是谢大人吧？王子有令，只许你一人前去。这两个只是我的书童，大越王子不会连书童都怕吧？谢大人，不必用激将法。这一位叫做刀琴，善弓箭；这一位叫做剑书，善近战。两位都是以一当十的勇士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况且，王子殿下只邀请了大人一人，这旁的人自是没有资格觐见。先生，我们无妨，我自行前去。啊，请吧。这。去。原来这就是谢先生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三头六臂、有着通天本领的人，瞧着，只不过是一介柔弱书生罢了。大前尚文，大约尚武，本就不同，但若只需武力便足够。王子今日亦不必邀谢某前来。
你知道我为何要见你？大越规矩，兄死弟继位。去岁大越先王离世，您是大越诸多王子之中年纪最长的，也得到了许多支持。只可惜，大越16个部族，半数以上都支持您叔父继位。如今您叔父夺得王位，您表面上顺从，但内里真的甘心吗？王子见谢某，恐怕是为了大越王权，甚至更多吧。谢先生对我们草原上的事倒是十分了解。不敢言了解，只是这世间争斗，无非就那几样罢了。王子向您叔父进言献策，屡屡试探大前底线，预祝大越南下，看似是为大越、为兴亡筹谋，可实际上……继续说下去。实际上呢？王子趁机借大越之名提出和亲，实际上是想借大前之国力与威望，拉拢各部结盟，夺取王位。但您又突然改变主意，不入大越王庭，反而是选择滞留在此处，恐怕是因为某些突然的变故，让您改变了谋划吧。但王子可得想清楚了，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承诺，大前能给王子的，可是更实际的保障。此次谢某前来，也是带着圣上的旨意与王子和谈，只是得让谢某先见一见公主殿下。都说大前人傲慢虚伪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如此。你说的不错，本王子是要夺取王位，不过这是大越之事，与你外族有何干？王子这是何意？谢大人假意与我和谈，却暗中让燕灵围拢此地，反复无常，果真是个小人。只可惜，本王早就料到，至于你，就死在这儿吧。围拢阵型，迎战！是。慢着，谢某还有一事不明。有话快说，本王子也不让你做个枉死鬼。杀我，你就是和整个大前为敌。王子身前是关内数万大前将士，身后是王庭的算计，你就当真不怕前后受敌，再难回头吗？虚伪！你知我大越，难道本王子就是酒囊饭袋吗？只要你一死，你们那个定国公肯定会想方设法除掉燕家父子，燕家军没了主帅，就是一盘散沙。到那时，平南王挥军北上，而我借机南下，整个前国便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你果然和平南王沆瀣一气。你知道了又如何？你只不过是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了，是吗？
能？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分明派人盯着呢。你能想到的事，先生又怎会想不到？你以为是你聪明，发现了燕世子的行踪和潜伏？那是先生故意让你发现的。燕灵，你去军中点一队兵马，明日潜伏在驿站旁边，伺机而动。不过，燕灵的兵马只是吸引大越王子注意的疑兵。燕灵率兵出城，我跟上他们。你马上传撷王子。明日之事要成，还需救父相助。走，上。王子自以为洞悉全局，胜券在握，便忘乎所以，放松了警惕，注定了败局。若不想徒增伤亡，就速速弃械投降。你说什么？投降？就凭你们这些人，你们当我们大越勇士是吃素的吗？杀了他们！你是？在下刀琴，奉谢先生之命，迎公主殿下回城。大越王子说想要一个人的性命，想来恐怕是谢先生，你快去救他。在下的任务是带公主回去，旁的事先生自有安排。可是，殿下得罪了。住手！你们别得意得太早，等驿站外的伏兵解决了燕林之后，你们的死期就到了。你们现在投降，还来得及。那恐怕要让王子失望了。大越的骑兵勇士在草原上的确是所向披靡，但王子偏偏因野心图谋，选择滞留在此处。那你就该知道，这里毕竟不是草原，在山林之中交战，不单单只靠硬碰硬。战！上！卑鄙！无耻！要去了！放开我！我乃大越的王子，你们胆敢冒犯我？你在大前边关杀了那么多的大前子民，莫说是冒犯，要你的命都是轻的。杀我？你们就是要开战，你们敢吗？杀了你，怎么会杀了你呢？要是杀了你，那公主受的折辱
谁来还？你想干什么？自然是把你送去大越王庭，把你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你的王叔，让他明白，与其妄图南下，不如先好好管教一下你们大越的内部。把你送过去，也可以当做是一份见面礼。大前替他去除了一大隐患，换一纸新盟，总是可以的。至于大越会如何处置叛徒，应该不用我来告诉你了吧？谢伟，你不如现在就杀了我吧！杀了我，谢伟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！要他下去！谢伟，你不如现在就杀了我！杀了我，谢伟，杀了我！大越王要巩固王位，必得先清理内部，短期内定是无心南下。而等大越王清算处置完，大越实力必自损。如今大越王唯一的选择，便是与大前重新和谈定盟。边关总算能安定些时日了。娟，做得好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真胡闹，怎么都敢跑到边关来了？就不怕危险吗？天下都不怕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还好你没事，要不然我此生都不得安生。殿下，您的故土、故国，还有故都。恭迎殿下还于故国，归于故都。恭迎殿下还于故国，归于故都。恭迎殿下还于故国，归于故都。夏宁宁，国公，大事不好了！探子传来消息，燕将父子不仅没有在流放之处，还跑到了边关，接管了燕家军。来看看这封信。平南王的回击，国公，您何时与平南王有了联系？你仔细看，谢威竟然才是真正的定妃世子。今日忽然收到这封密信，信中不仅告知了谢威矫诏之事，而且还道出了他的真实身份。
怪不得谢巍以前处处护着燕家，处处与本宫作对，也难怪府里那个薛定妃处处诡异。原来就是个假的。如此看来，他们都是平南王的人。以前恐怕是，但是这一次平南王故意来信，戳破了他们的真实身份，应该是他们内部已经离心。先前谢巍在逆党之事上屡次立功，想来是破坏了平南王的谋局，引得平南王震怒，不惜自断羽翼，想借本宫的手来压制谢巍。国公，无论平南王是何目的，眼下燕家军已经重掌兵权，若是任由谢巍与燕家军联合，等他们回到京城，遭殃的就是我们。平南王就是料定了本宫不得不吃下这块饵，真是可恨。可是事到如今，什么父子情分，那也都是覆水难收了。现在谢巍心里头最恨的人恐怕就是本宫了，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回到京城。